但是呢，他这个因为好像是脑溢血是吧，只活了45岁啊，45岁。他出生在上个世纪初1909年左右，是吧？那个时代大家都知道，战乱比较多。然后呢，他们从小啊经历了很多的一些社会的变迁，啊，在认知和这个思想的这种，应该是心境上面的，应该为他的这种创作呀，也是带来了很多的一些阅历吧。来，我们呢在横着的中心线，就竖着的中心线啊，大约就是横着中心线到整个纸张的顶部的边缘一半的位置，大概也就是我们竖着的中心线嘛。竖着的中心线靠下，一直左右，我们就确定了最突出的、最主要的那棵树干的，中间的点。喜欢陈小梅的画是吧？但是模仿他作品的人也很多。来，我们呢从左往右，用近似的线条是吧，去勾勒它的这种线条。屏幕上方给你们放的图有多大，我自己用的图就有多大。想找个手机来是吧？我就看到手机里，就不用脑袋一会儿提一会儿摁。老师周几直播？反正周末都会直播。从树梢往这个树根部走啊，我喜欢从树梢往根部走。如果你喜欢从那个根部往树梢走，画都是可以的。谢谢小伙伴们的关注啊！以后直播我们都会提前一天呢给大家预告啊，你先关注一下。我们目前其实暂定的是上午，但是我们有很多小伙伴呢说上午呢要搬砖，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到时候适当的做一些小的调整。好，树梢部分呢，它是墨色也是适中的。定的位置是吧？再说一遍，就是咱们这个树啊，它会穿过竖着的中心线嘛，就是竖着的这个中心线，那穿过的点在哪儿？就位于整个画面横着的中心线到纸张顶部边缘一半靠下一直左右，大概就是这样的。通过这些参考线，让方便大家呢能够更好的去找准位置。好，我们继续往下面走。好，我们把这个主干、树枝、小的细节都给它带出来。好，接下来我们从这个画面的这个树枝啊，它这个树应该说是树比较突出的几个树枝，把它这个造型位置给它勾勒出来。
它们之间相互的遮挡，是吧？它的这个出枝的姿态是非常的丰富的。那我们刚刚说到的这种转折和相互的这种交叠的关系啊，其实我们都一直都有，要保持住。然后接下来再给它勾勒完整，这个树干它是比较突出的。好，到一些转折的地方，它可能要出一些枝。OK， 再往下加一加。然后再往右侧走，然后中间我们加一个小的树疤，把那小树疤给它带出来。好，这是我们画的最突出的这个主干，然后这个主干下方，我们呢还会出一些小枝，是不是来丰富一下这个画面？出枝的这种粗细关系也给它带好。这块的造型可能相对比较复杂，你只要把这个树的姿态画起来，跟你自己的画啊比较接近就可以的，啊，大概的枝出来了，但我们还没加叶子啊，后边慢慢来。声音熟悉是吧？然后再来出枝，出完枝之后，后面我们还要加很多很多的叶片，加很多叶片，是吧？有点像马远的这种树，应茎多枝，是吧？姿态呢，而且比较丰富。然后这个枝穿到后边，它也有一个小枝，我们给它加出来。看来我们的有部分同学是对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些大家的经典作品还是比较熟悉的哈。
这个值呢给它这样穿插下来。好，我们大致就先画到这里，其他更多的细节我们先不去处理。我们现在开始给它叠加这种叶片了，叶片叠加完，我们再来处理一些小的细节，好不好？好，把主干还要用一点点淡墨，是吧？这根据我们刚说的这种前后交接的结构线的位置，稍微用一点点淡墨给它擦一擦，是吧？带一带。小的，我们这种粗枝小枝可以用淡墨枯涩一点的笔。给它擦一擦。好，再稍微的细一细毛笔的笔肚，然后再从上往下。树干多多少少我们都需要去给它扦插一些的哈。如果你现在不知道怎么去扦插，如果还不太熟悉，你可以先放一放，我就用枯色的笔把整个树干呢稍微的补充。当然它上面应该是有一些笔痕，是吧？树皮不是那么光滑的，不是那么光溜的，所以用一些小笔触去带一带里边的小细节，一点小细节。好嘞，然后我们推圆，好，推圆。我们接下来要用这个介字点，大家都熟悉的介字点，对吧？介字点给它点起来，点起来，听到没有？然后来，接下来跟着画的同学就老实的画就行啊，没有画的同学呢就点吧。好，然后介字点，是吧？稍微的给它补充。这是这儿这一簇。这是介字点的方式啊。这幅画的尺寸是多少？这张画应该是，但原作应该尺寸也没有太大，原作的尺寸也没有太大，应该会比我们今天画的这个稍微大一点点。这个画的信息呢不好查，我这搜了老多信息了，就没有找到。好，然后在这个出枝这一侧主干挡着的，我们可以先把浓重的墨点先给它点出来。好，如果特别喜欢用颜色来表达的小伙伴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偏好来做一定的这个小的调整都是可以的。好，它越画，它这个介字点呢就越来越松动，它不会说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这样去点，它越点呢，它可能就是不是就越来越活络一点活络一点。你比如说有的同学爱用花青，对吧？有爱用那个朱砂的，都可以。当然，它可能就跟原作的这种气质呢，它就会区别开。当然你喜欢，你想怎么画，这都可以，是不是都可以的？树的这一侧加一加。
我们先把浓重的这个介子点加出来。好，感谢大家伙儿，手不停，这个手脚都不停的是吧？都在点，可能激动的脚都在点。一会儿把它放地上，手机放地上，用脚来。有同学说手抖，这是不是点击这个屏幕给练习的？可以啊，这居然可以啊！好，我们再往这一侧去给它叠加。好，我们点的时候也要兼顾疏密感哦，就是不能点散乱了，因为叶片越多啊，越容易出现这种散乱的情况，是吧？该密集的地方我们就要密集下来。显示手速了。我们画完就下播，不着急的。好，画面的效果开始出来了，是不是？是不是丰富的这种层次感它开始出现了？然后我们还是需要用浓重的墨把这个叶片给它点出来。中国画里边的这种点啊，点法有非常的多，有我们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有介字点是吧？大混点、小混点，包括我们说输出点，还有一些甚至于我们都难以叫上名字的，其实都是一种符号化的一种表现，在座各位同学对这个山水画现在有什么感受啊？我们画了3次，可能就是第一次进入到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啊，你也可以说说你对山水画的一个体会，好不好？看一下大家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子的？谁的画？陈少梅的陈少梅的。点亮粉丝灯牌，咱们呢有直播会给大家提醒的，希望老师录播打包麦克，那样可以慢慢看啊。以后我们会把这个回放的放到咱们的小视频里边去。对，胡椒点，心灵救赎，去做人间雨同学说的这个呢就是每个人的体会不太一样，是吧？有的人在这个山水当中找到一份宁静，有的同学呢可能在这个山水里边呢找到一种惬意，或者说自己想要的一种状态，对吧？绘画的过程，一呼一吸之间，一提一按之间，就是大家专注放松的时候，注意力有的时候可以放松一点。生活工作如果比较繁忙，那么我们可以呢多来尝试着画一画。叶子大概多大？你画一个你的指甲盖大小就行大概指甲盖大小就行。好，现在我树梢部分去点的时候呢，墨色它会越来越淡，而且笔触呢它不太规整它会是吧？我们说的这种胡椒点，刚有同学说的胡椒点一样，它都会有有大有小的都在里边，就是为了体现它的一点松动。好，还没准备好是吗？这个都很正常的，很多同学可能小伙伴也是刚开始接触，工具材料什么都还没有呢，是吧？不知道该怎么去下手，这个甚至于茫然无措的，是吧？画起来手忙脚乱，即便有材料的同学也可能会手忙脚乱。
因为我在课中现在画呢，就是我直接在画，有讲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呢会录一些基础的这个技法的东西，这些算是教程嘛，方便我们的小伙伴们来学习和了解。啊，这是我们加的这一块啊，加的这一块树叶。如果怕点散乱了，咱们就可以省略一点点啊，省略一点。买老师同款的毛笔，好，就是普通的。好，然后现在呢，我们再继续啊，我们不要提其他的啊，不要提其他的这个不相干的事儿，我们呢就先画画就行了。新老小伙伴们，我们以后啊就会逐渐以山水为主的方式带大家来感受和体验。但我们现在主要就是临摹一下一些简单的，以后我们也会画到一些比较偏这个写生创作一点的。好，上面它会出一些小枝。好，后边呢出一个小枝，但是墨色也不要太跳跃啊。这个是后面我们要点一些小的叶片在后边的，加到这里。如果觉得这些枝干呢太过于繁琐，是可以取舍掉一些的啊。可以取舍掉一点点。然后我们用淡淡的墨，用非常非常淡的墨哈，要和前面明显的区分开，就像这个岩石和后面的岩石一样，用特别特别淡的墨，是吧？来，你画芥子点也可以，对不对？它要有浓有淡，我们要有这种风貌的层次在里边，尤其是在这块树丫这块。你可以把一些枝丫甚至于遮挡一点都行。就喜欢这种枝繁叶茂的枝叶是吧？好，不同的同学呢都有不同的口味，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都可以去这样去尝你喜欢的方式去表达。如果觉得多，你就取舍掉；如果觉得少，觉得你可以接受，对吧？那你就可以把它表现出来。好，其实临摹嘛，我们其实还有，因为课中在这个直播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画的相对要概括一些啊，相对要概括一些，还有一些小的细节，都还可以再去补充。当我们说画一张画，经常要留有余地，是不是？也不着急。根据画面整体的关系，回过头来我们还可以去给它做调整的，做一些调整。好，我们给它画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从右侧这个树梢部分还没有给它叠加起来啊。
属烧。好嘞，喝点水。有同学问，用松烟墨还是油烟墨？尽量使用咱们的油烟。油烟墨这个叫怎么讲？油烟墨呢，它画的这个画面的层次呢，它可以更丰富一些。由浓到淡，就是它是松油嘛，这个制作那个就是熏的那个烟收集而制作而成的，所以它的这个墨要黑一些。当然黑的话，那我们通过自己的调和使用啊，它可以层次的更丰富。就是油烟墨哈，我们用油烟墨哈，油烟它这个层次丰富一些，厚重一点。你写那个书法的话，可以用这个松烟。这是我的感受哈，反正我平常是这么使用。好，我把这一块给它夹起来。我用的是卡纸，它其实是半生熟啊，其实是半生熟的这么一个属性了。松烟它就是你们知道烟墨的制作的过程吧？它就是用比如说我们所谓的油烟，我跟你们说一下哈，它其实就是一种松油，是吧？下面讲一盏灯，一盏油灯啊，然后它烧出来的那个烟，比如说上面盖个碗，对吧？或者盖个什么东西，它就让这个烟呢就收集在这个碗上面。好，把这个熏到一定程度，就把这个烟呢灰啊给刮下来，然后经过浸泡，经过什么各种锻打之类的，然后再制作成咱们的这个墨，里边当然要加一些胶之类的。那这个制作的一个过程呢很繁琐，我们不多说哈。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油烟墨，它所以更可以。那松烟呢，它就是松枝，就是这种树枝啊，它给烧然后熏出来的那个墨。熏出来的那个烟，它就要淡一点点啊，要淡一点点。你们可能现在都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了，对不对？啊，在农村生活过的有生活经验的小伙伴呢，他就对这个呢有一定的了解，理解起来就更容易了，是吧？其实我们的这些，我觉得除了毛笔以外，纸张啊，然后包括墨，你都可以自己尝试来搞一搞啊，来试一试。用墨块啊，用墨块也是不错的。墨块呢，它可以就是磨起来，研磨的过程呢，感觉挺舒服。但是如果你要画这种大画，你像之前画的这种画小，对吧？可能对于大家而言，还行，是吧？你要画大的画，然后用墨比较多，就很麻烦。有的时候我自己磨的，我要磨好久，磨的我都不想磨了，磨久了就自己不想画了。好，以后我们呢还可以自己技法就是成熟了，是吧？还可以回到这个我们自己曾经的故乡上去描绘一下。去画一画我们自己乡间的本色。可以跟人做疏通。好，这个同学这个太可爱了啊！好，然后我们再往下走，就是在它的旁边，我们其实要焦点很多。一浓一淡，它才能显得更有层次，是吧？交相辉映，虚实相生，对不对？
磨墨的一个过程呢，还是挺好玩的，你们可以去尝试一下啊，买那种墨块回去，固体的墨块。啊，就是因为写生是吧？等大家是吧？方便出门了再说。乐山热啊，之前去过峨眉啊，以前就是在四川，以前有很多的大画家都来这个地方啊去写生描绘过。四川呢，它是一个，我们说除了没有海是吧，各种地貌都有，有高原，有高山是吧，有河流，哎，还有草原。所以呢，在以前，比如说上个世纪初吧，很多的社会的这个画家呢都移居到四川来，比如说我们之前说陆延绍，对不对？还有黎雄才包括这个傅抱石啊，都曾到这些地方来写生，还有李可染啊等等啊，画了很多很多的作品。有高山，是不是我们说的，比如说青城、峨眉啊，还有呢，这个，甚至于四姑娘山，都是写生啊，环境呢非常好的。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可能大家叫不上名字的地方，所以得空啊，大家也可以去走一走。好，这块我就画到这儿，然后我需要拿出勾线笔来，你们有勾线笔吗？来，我们拿出勾线笔，用比较浓重的墨，用浓重的墨，我们来勾勒这个什么树干上面，它不是有一些缠绕的这个线条吗？我拿一张图过来看一看啊。好，加这种藤蔓在这个树上面呢，这个画看起来更古老，对不对？好，有一些画有一些线条我们可以穿到后面去，有些线条呢，我们还是可以让它耷拉在这个树上面。这个藤蔓，我想很多同学以前都也画过，但没画过的也没有关系。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像弹簧丝儿一样，它的这种缠绕的关系。好，从上往下。好，是不是大致它的那个姿态就丰富出来了，对不对？这就最主要的一棵树，它画出来了，其他都好说，我们就画一个最突出的，其他的可以慢一点。最突出的这个画出来，其他的可以简略处理一下。好，我们旁边还有很多的树，对不对？它叶子很多，那这个处理起来很简单。它中间加了一些假叶，我们呢也可以加一点假叶在里边儿。麦芽多少米？啊，可以课后这个直播之后啊来说。来，我们把咱们的这个小树给它画出来，从上往下。好，然后我们再来从右侧加点小枝，因为在这个岩石结构转折，你看这儿有一个凹凸起伏的这个地方嘛，它会加一个树
干在这儿，好，它刚好长到这里。当然，这个墨色都要很淡的哈，都处理的非常的淡，包括在这个岩石下方这儿，对不对？它也有一棵树干。放一个大图吧，我也看不清。好，这儿是一个比较粗的一个树干，这个树干其实就是要衔接到后面这个树枝的，差不多就这么个意思。这儿还有一些小的，能看到就画，如果看不到就省略掉，省略掉，有一些小细节你如果把握不好，反而也影响你的画面效果。一切为画面效果服务嘛。好，我给大家推进一点点啊，推进一点点。好，现在可以吧？啊，推进一点。然后在这个树干的这一侧，下面我们出一点小枝。如果太繁琐，觉得跟起来确实画起来有费劲的地方啊，你就先可以省略掉小部分的内容。就像这种工细的画啊，比较工细的画，其实是比较容易入手去临摹的，是吧？那种大写意的不好临，是吧？临好了可能效果还行，临的不好，是吧？那就不像画，是吧？啊，所以这个工细的画啊，你不管怎么着，对不对？你只要认真努力一点点画，最后都能呈现一定的效果，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去临摹黄宾虹的画啊，他的画呢，当然我们说艺术这个境界呢很高，但是对于很多初次去了解他的这个作品的小伙伴来讲，不算特别友好啊，所以画我们这种相对工细一点的，是比较符合大家刚开始去了解山水的小伙伴们的。好，这些树枝呢，我先加到这儿，然后接下来我要开始加叶片了。这里边的叶片以淡墨为主。好，以我们的弧交点是吧？双钩的夹叶点为主，然后把我们的叶片给它点出来，就在这些枝丫周边，包括这些树叶后边，非常的繁茂。画完之后，我们后面还要染。哎呀，咱们不少小伙伴也挺不容易的哈，大上午的，一边摸鱼划水，一边还要点赞啊，在家里边画画的小伙伴呢，还是可以的，还是比较方便哈。啊，在它边缘这儿是吧？还有一棵树啊，我们叶片画多了，那我们就给它把树干挡住一点点嘛。啥叫画财生连接啊？好的，我们到时候给小伙伴们推荐一些，大家想要用来实际需求的。OK， 这个双钩其实就挺容易的了，对不对？左括号右括号，画成一个小圆圈。左括号右括号，就边角呢，边缘呢要给它参差错落开，然后再往左侧，再往这侧走。好，那稍微推远，看一下大的效果哈。
越往上方走，这个形态不一定要特别完整。它即便是没有完全闭合，都是可以的。量大，呵呵，是吧？量大，各位小伙伴们呢就可以适当的取舍一下啊。确实一会儿手酸了，你看活了一下筋骨吧，快点，活了一下筋骨。点到40万，今天这个，我们大家可能忙的小伙伴比较多。好，然后再来，好，再往下方走啊，再往下方走，茂密起来。夹叶和点叶呢相互结合，画面它就能更加的这个。更加的茂密，是吧？层次也更加的丰富，就是量大有点难画，是不是？好，都可以做一定的取舍的哈。我说了哈，反复的给大家强调了，都是在上班。我们下面还有一个船只没带大家画呢，这不是在划水吗？教教大家怎么划水啊！来这儿呢，出一点小枝。好，用淡墨的笔点，好，直接在这些地方去给它点出一定的枝桠来。好，然后在这些树梢部分，我们就点的可以稍微的放开一点了，对吧？树梢部分，把我们之前点过的地方也捎带的给它加一加。它这些地方处理的非常的活络啊。好，这块又是勾的这种小的弧角点，这真的是枝繁叶茂啊，相当具有生趣儿。叶子画的眼花缭乱。好了，我们叶子呢就不画特别多，不画特别多。我们今天这个叶子就差不多就画到这里，然后后面的我们就做一些小细微的调整。好，这就是我们这一侧画的这个叶子，然后我们稍微用淡一点、枯一点的墨，把我们之前画的树干底部这些小的树干，对吧？可能不太明显的，用墨色带一带。好，现在带一带。
好了，这就是我们右侧繁茂的这簇树。然后最右边这一块，我们依然用特别淡的墨把这一块树叶画完啊，我们处理起来就可以了。后面这棵小树我们就不画了，对不对？就不画了。OK。好，夹叶点叶是不是尖搭在中间？一棵非常细致的树，然后周边呢又有非常茂密的叶片的夹的这个夹叶，然后在远处呢再以这个点叶的方式，又给它再加这么一层。好的，然后加到这个纸张的边缘。好，然后这个下边吧，最下边，好，稍微的带点细节就可以了。然后底部它不是有一个小的这个远山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江岸，对吧？我们来给它画一画。好，以淡墨的方式把我们的这个滩涂或者远处的，这是画面的近景为此岸，远处呢为彼岸，一河两岸嘛。好，淡淡的，对不对？好，给它画出来。后面我们在染的时候呢，就可以让它们朦胧到一起，朦胧到一起。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一块，然后我们开始画远山了啊。远山其实很好画，远山很好画。从画面的竖着的中间靠左，靠左一丢丢，然后呢，我们去给它把这个树的这个轮廓线给它勾勒出来。好，如果我们是用的是熟宣是吧？可以染得更加的工细啊。我们呢用的这个是半生熟，还可以擦一擦。大家发现没有，在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有一处像光一样的，有一处光一样的这个视觉效果呀？我们可以微微的用点淡墨，先把底部用我们的这个树叶都给它统一的染一遍，都把这一块染一遍，然后两边一重，把中间这一处是雾也好，是光也好的感觉给它带出来。而且这下面我们画的这些叶片比较多，是吧？需要用这种淡墨的方式给它统一起来。好，退远，是吧？有一束光，所以他的画作其实也是比较，虽然用笔上哈，笔墨的这种味道上面呢，它很有传统的这种气息，但是画面经营表达的这种形式上面，因为他的画作很多的岩石树木其实都来源于古画，来源于传统的这种画作当中。如果有临摹过一些画作经典的同学们都看到，刚刚比如说岩石，大家觉得像夏圭和马远的，确实，因为他就是在他的画作当中反复出现，就是一些古代的画作的他们的一些绘画的元素，甚至于表达的形式。好，然后我们把这一块稍微的衬托。
后面的树我们就先不画了，你可以自己课后再去画也都可以。把这个留白留出来，我们用淡墨哈，用淡墨，非常非常淡的墨。你要用了其他的浓重的墨啊，画了这么久给毁了，那不要怪我呀啊！昨天有个小伙伴呢在群内说啊，不要轻易的学博人老师去这样去擦啊，他擦出来很快就成了云和雾啊，你一擦可能就不好了，是不是啊？这个呢就是什么？你把墨色把握好，还有形态把握好就够了。啊，行笔的方向我们主要是右上左下，右上左下带出来。淡墨非常非常淡的，非常非常的透。杂树肯定都是淡墨呀，要不是淡墨，是吧？大家可能看到的就不那么清新喽。整个远山是吧？这个山峰，我们都进行概括。你看远处的这个山峰，它这些平涂的，基本上就是边角稍微重一点嘛。这是处理画面的时候这种高度的概括，这种节奏感的对比。好，淡墨可以把我们这片叶子都给它染一染。好，这是远山。那接下来我们开始画什么小船儿，画点点的小船了。老师多久换一次毛衣？这个问题该怎么回答？老师自带毛衣，自带的。好，然后我们来画这个小船哈，我把这个图放出来。这个小船画完，我们简单的着一点颜色就可以了。是的，是云雾若隐若现的。当那个云雾照在光上面，光照在云雾上面的时候，它不会更加明显吗？好，用我们的小号的蓝号笔，也就是我们的小红毛，可以帮助我们呢更好的去，这个勾勒这些细致的线条。好，我们这个小船横着一抽小船在这个地方，那我大致是不是需要给它推进一点？好，推进，可以看得到吧？好嘞。这个船呢，最高的地方也不会超过这个岩石，所以大致可以看到，离左边大概还有2指左右的宽度。要再高一点。好，我们画小船儿。好，再从这一侧给它加过来。它有个宽度，这船头它是翘起来的。
吧？大概画到这儿就行。下面我们一会儿以波浪的形式来给它遮挡住。好，然后画到这里这一块儿都能看到的，对不对？能看到。然后呢，旁边呢有一个正在撑船的这个船夫，对不对？在这个上面有一位戴斗笠、戴蓑衣的这位老叟，再推进点儿，再推进点儿。来，好，上面一个小的三角是吧？一个左括号，把脸给它带出来。你也可以说是他衣领，因为他的手啊再往下面去滑了。这块儿好，然后呢，他的背上面呢背着蓑衣啊，你们有没有穿过蓑衣啊？你们知道蓑衣是什么做的吗？可能知道的同学不多，呵呵，是不是？好，然后这是蓑衣，下面他屁股，好，两个手拱在一起，然后再撑前面这只船只。啊，就是船脊啊，他是在划船嘛，撑船划水，呵呵，就像现在好多同学现在目前这不是正在划水吗？上班滑雪其实是一种幸福。OK， 然后这个腿儿啊蹬的呀比较远。好，其他的就不用过多的去刻画了。好，这就是船夫是吧？船家无家，船即是家，来去呢都是江上客。在我们的山水画当中，啊，最突出的一个存在就是我们说的点景人物，往往画的就是渔樵更多嘛，渔夫最为常见，它也比较契合山水表达的这种形式和题目吧。因为山水画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离的场所，对他来说，渔夫来说，他是撑船的船夫，是不是？能让大家在古代，因为画的这种渔夫啊或撑船人非常的多，他能让这些人在上面什么逃离现实的世界，逃离现实片刻，能让大家的放松心灵的地方，是不是？是一个比较让人憧憬的。好，然后上面呢，它还有一个像渔网的这么一个东东，然后它的船只我们要画出它的一点宽度来。好，上面还有一个什么像渔网的一样的东，然后呢不要画的太重了，不知道是啥，是耷拉在这个船身上面的。耷拉在船身上面。渔夫意象从屈原开始，对吧？对，这个呢，好，是吧？船尾呀、微微的翘起一点点，然后我们要开始来画上面，它不是还有两位撑着船，还打着伞？这个人应该是烟雨朦胧的时间是吧？打了一把伞，这个人还穿着斗笠，穿着蓑衣，对不对？通过这些物象，你能体会到当时的一种天气。这两个人呢，都贴到一块了，不太好画，所以画这种点景人物很简单，对不对？好，一个左括号，是不是？把脸给画出来了吧？一个右括号，哎，短一点的右括号或者浓一点的右括号，头发就出来了。然后稍微画一块小布，哎，裹着头发。古人呢喜欢，哎，
裹头发的吗？这个灯怎么暗了呢？OK， 好，他是坐在这儿，好，然后呢，衣袖随意的这样耷拉着的。好，这个人应该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对不对？旁边还有人给他撑着伞，我们先把这个伞给他画出来。啊，好大的一把伞啊！OK， 好，旁边这个人是吧？上面点一个点儿，点一个点儿，啊，把脑袋圈出来就行了。五官不用过多去刻画，然后我们把这个肩膀是吧，给它带出来，然后稍微有点衣袖的感觉，他捧着那把伞的，挨着他坐，然后腿儿盘起来的，哎，就够了。然后把这个小船儿给它完整出来。好，OK， 好，我们这艘小船就画到这儿，然后我们退远，再拉近，你都能看到那个马赛克了。下面我们要画的就是这个浅浅的水波纹。来，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讲讲，是吧？同样的，这张画上面除了烟雾浮动以外，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这个网，我们也给它稍微的编织一下，用点曲线，啊，给它编织，跟着它的这种结构线走，轮廓线走。好，大概这样搭了在上面就行。好，下面我们要画点波浪了。哎，我们说除了烟雾浮动以外，还有呢这种缓缓的波浪。好，缓缓的波浪线，对不对？而且波浪呢还比较大哟，就是它的弧度比较大，那就证明这个风浪啊比较大，对不对？这不算是一个平静的世界，微风已经泛起了涟漪。好，那这种波浪就出来了，要淡淡的哈，要画淡淡的。伞下几个人？伞下2个人，你画1个人也可以。旁边在中国画的点景人物当中，大家可以其实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古代的一种，是吧？文化的一种氛围或者一种风气，什么样子的？就是很多时候它是主大从小，尊大卑小，然后是吧？主要的主角我们往往呢给它画的比较突出一些。好，在画面的下方，我们也给它微微的加一点。
波浪呢，我们其实也没有画特别的多，波浪之间可以有一定的交叠的哈。情侣打伞，这不当年白素贞的故事吗？好，然后在这个小的这个前方的石头上，我们再加点竹叶儿，能看到这个竹叶。在下面加点竹叶儿，好，这样的话画面它会显得丰富。小青去哪儿了？小青在乘船。画的像情侣。好吧，这就看大家怎么去看待了啊。好，然后右侧，在这个石头右侧也是，其实也是戒指点，只不过双钩的这种戒指点嘛，是不是这种竹叶？好，稍微耐心点哈，效果是不是大致就出现了？好，我们画到这儿，然后在它右侧的边角，稍微的加一点点这些细节，画面它会显得更加的丰富，对不对？好，然后这一侧，老师的助教呢？助教还在休息，还在休息，还在快递的路上。好嘞，那这就是我们画的这块岩石上面的一些小的叶片，然后我们稍微用一点重墨来点一下上面的胎点，用重墨稍微控制一下水分，点在岩石结构的边边角角，点在岩石结构的边边角角。在双十一的路上，这船为啥这么朦胧？还没有给它染一染嘛，染一染它就清晰了。就是要云烟雾罩的感觉啊，这样不才显得更像我们同学们所说的这种仙气儿，有这种仙气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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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种仙气儿
那按照我们一般就是文人画的这种传统他如果去画这样的江面的话，他往往是什么？直接留白。我们的中国画追求的是文人画，它追求是一种禅境。禅境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就是一种我们所谓的安息止虑的一种娴静清空淡远的一种诗家的味道，对不对？一种禅境吧。那在画它的这种水里边有什么特点呢？跟我们今天画的这种有什么特点？它是有区别的。如果文人画的这种水，它往往是静水无波，是吧？流水无痕，画面直接通过留白。跟我们上节课说到的这种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的这种经营的技巧和文化的背景，它是暗合的。静水无波，流水无痕当一个物体明显的显现，是吧？它就显得形而下了，有点形而下了。好，我们把它推远。对，我们这个不算哈，这个不算，因为这个它是算职业画家的这种表达的方式。我们现在也可以给大家说一说，就是尤其是像那些和尚画家，对吧？他们画的那些作品呢，他们都是具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说沉静的这种味道。好，有一些小的拍点，在岩石结构转折的位置结构转折的地方适当点上一些拍点，去丰富一下咱们的画面。好不好？每天啥时候开播？目前咱们是上午，后边可能会晚上因为工作日大家就是看直播的小伙伴呢不是特别方便，虽然有同学是在摸鱼，对吧？好，从上往下。用弹幕把我们的这种船只给它染一染船身也一样这人算多呀，这人不算多的好不好？以前咱们是吧，上过的大课，一节课2万多人，是不是？这个现在人还是不多的。好，多多益善吧。好，OK，好，把边角稍微的强调了一下，还有我们上面的这一把伞，在雨天有人借你一把伞，这是多大的情谊啊！是不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绘制的这张作品哈，我们就不着色了吧，因为它这个画本来着色也非常简单，岩石就是用赭石色，树叶用赭石色染了染，然后人物和一些树叶用花青染了染，好吧？好，大家开始来做一下广播体操，我们就要下播了。我们现在开始打开音乐吧，来舒缓一下。因为这个颜色并不明显，我放一首春风十里春风十里，找找。
在，是吧？也就是通往理想世界的一个存在。